2024年将决定乌克兰的命运，明年应该就解决了。这可不是火力军信口胡诌的，而是因为如今的乌克兰正处于这场战争的第二个转折点。中东冲突的爆发，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以及欧洲国家的态度，这些都将成为影响乌克兰未来命运的因素。德国媒体发表了一篇报道，讲述了乌克兰著名历史学家谢尔盖·普洛西对俄乌未来命运的看法。普洛西认为，乌克兰未来的命运将在2024年决定，因为如今的乌克兰正处于第二个重大转折。去年2月底，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在入侵战争开始后的几周内，是乌克兰经历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外界讨论最多的是乌克兰会不会进行反击，如果反击，俄军能坚持多久？外界比较统一的想法都认为乌克兰挺不过2周，包括克里姆林宫与白宫。即便在开战前，乌克兰就已经得到了北约提醒。2月24日，俄罗斯从北部的白俄、东部的顿巴斯以及南部的克里米亚等3个方向对乌克兰发起攻势。美国与欧洲国家也立即宣布对俄罗斯进行经济、技术方面的制裁，使得俄罗斯股票与卢布暴跌。2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绝不离开基辅，乌克兰军队正在进行反击，并呼吁外界支持乌克兰，为其提供武器。在入侵之前，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制定了2套作战方案。第一套是利用伞兵空降基辅，在4小时内完成对乌克兰总统府和电视台的占领，并向全境广播泽连斯基政府已经投降的消息。在战争爆发之后，俄军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中心、军用机场、防空阵地、港口以及军火库实施了精确打击。地面部队也从北、东、南3个方向进入乌克兰境内，对基辅形成了大军压境的威慑态势。由于乌克兰早有准备，此前欧洲国家也以防御性为借口，为乌克兰提供了不少武器。乌军凭借这些装备，对进攻基辅的俄军进行了袭击，最终让俄军放弃伞兵突击部队空降基辅的行动，导致俄罗斯闪击战术失败。在第一套方案破产之后，俄军启动了第二套战术，出动装甲兵团，打算利用3天时间完成对基辅的合围，同时展开大规模炮击，用强大的军事威慑迫使乌克兰妥协屈服。但在俄军利用装甲部队在乌克兰境内实施纵深穿插的过程中，乌军利用无人机与地面部队袭击俄军后勤保障部队，破坏了通往基辅的重要道路桥梁，使得俄军出现后勤保障脱节的问题，只能暂缓进攻。此后，俄军也曾利用战机与武装直升机在其地面穿插、部队上空搜索，并对乌军小股部队实施空中打击，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战事无果的情况下，俄军大部队开始转战顿巴斯地区。等到了3月中旬，外界看到了乌克兰会反击，并且没有在早期攻势中一溃千里，反而将俄军的企图遏制了。战局的发展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俄军虽然打出了闪电战的架势，但并没有达成闪电战的效果，而这改变了美国与欧洲的立场，决定全力支持乌克兰。在整整1年的时间内，乌军与俄军打成了僵持战，战线主要集中在顿巴斯地区，双方在马里乌波尔等重要战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攻防战。在双方的拉锯战中，俄军由于兵力不足，一度退出多个占领区域。虽然依靠空天军与海军的远程打击遏制乌军的攻势，但总体还是属于战略守势。这种战况可以说是让北约狂喜，算是基本摸清了俄军的真实实力，然后不断加码，整合所有盟友，全力援助乌克兰。不过，北约方面的军援还是考虑到了战场的变化，在开战之后的援助主要以单兵装备为主，包括标枪、毒刺以及 NLAW 等，并为乌克兰提供卫星数据支持，提供成体系的战场感知能力与精确打击能力。等到了2022年6月份，海马斯的到来为乌克兰建立了整套的北约制式火炮系统，拥有了克制俄军炮兵的杀手锏，专打俄军军火库、指挥所以及集结地。乌军的战术优势在于，只要把俄军后勤补给点打掉，如弹药库、指挥所、交通枢纽等，那么俄军炮兵的威力就会大减。海马斯的到来为乌克兰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而到了今年，坦克联盟组成了，
远程巡航导弹给了，就连日思夜想的 F-16战机也有了。北约是按照俄军进攻情况来精确计算军援的，包括种类、数量以及用途。这种情况也持续到今天，直到乌军这次蓄力许久的反攻，从6月份到现在，不只是俄罗斯疲惫，乌克兰同样非常疲惫。乌军已经难以实现较大规模的反攻。这话虽然不好听，但确实是实话。已经持续近22个月的战争，让欧美国家出现了厌战情绪。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与欧洲是否愿意长期支持乌克兰，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乌克兰本想借助美国与欧洲训练乌军作战部队，并利用援助的武器击退俄军的入侵，但今年6月份开始的反攻，并没有像去年哈尔科夫大反攻那样取得非常大的战果。虽然乌军在一些地方打了胜仗，但俄军也加大了打击力度，包括猛攻阿夫杰耶夫卡这座城市，其战事激烈程度已经与巴赫穆特征防战相仿。尤其是在11月25日，乌军在阿夫提夫卡部署的第53旅在进行换防时遭到俄军进攻，第53旅在没有等待第116旅抵达，就被迫撤离了阵地。这一举动给了俄军机会，使得阿夫提夫卡防线门户洞开。俄军抓住机会，猛烈进攻乌军第110旅侧翼，最终第110旅选择连夜撤离。这一连串的事件让乌军直接失去了工业区关键阵地。就在几周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就表示，战争已经打成了僵局，基辅正在不断游说欧洲，希望能提供更多的武器。这也是为何普洛西会认为现在的乌克兰正处于第二个重大转折的原因。10月7日，中东冲突爆发之后，美国与欧洲国家开始援助以色列。即便没有大量援助以色列，但或多或少都会导致乌克兰获得的援助减少。尤其是在11月20日，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基辅的时候，表示乌军在战场上是否取得战果，取决于乌军在使用北约制式装备的能力，而不是武器本身。显然，北约认为乌俄目前已经进入一种僵持状态，有向长期发展的趋势。当然，北约不会放弃乌克兰，仍旧会提供大量援助，因为不希望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但这种僵持会使得局势越来越不利于乌克兰，这也是为何普洛西会认为明年至关重要。另外，2024年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可能会直接决定战争的结局，因为不排除共和党上台的可能性。这对乌克兰来说非常不利，因为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公开反对援助乌克兰资金或武器，而这种主张也得到了部分欧洲国家的支持。例如在荷兰，亲俄的政治家海尔特·维尔德斯成为议会选举的获胜者，他领导下的政府可能不会延续其前任的亲乌路线。在11月底，北约展开了密集会议来商讨援乌对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前和会上均反复宣称，北约将继续长期支持乌克兰，并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同时还有另一个消息传出，准确来说，现在的北约有2个基本任务，一是长期支持乌克兰，另一个则是防止这场冲突演变成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争。按照目前局势发展，战争应该不会在2024年结束，而且战争越来越有利于俄罗斯，至少天平偏向多少取决于北约的支持。如果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俄罗斯的优势将在明显显著增强。俄罗斯所拥有的空中与火力优势，再加上地面部队，如果在北约保持现有支持的情况下，俄军在2024年将比2023年走得更远。当然，火力军并不是说俄军会在2024年取得胜利，毕竟乌克兰方面的应对措施也非常重要。如果乌军继续将资源浪费在不明智的反攻行动中，那么俄军突破防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为对乌克兰来说，缺乏资源已经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在11月27日，普京将预算计划草案签署为法律，正式批准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使得俄罗斯2024年的财政支出的30%用于武装部队。很明显的是，俄罗斯正在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这场军事行动，防务与安全开支加起来将占到明年全部预算开支的40%。国防开支相较于2023年将增加70%，势必会为2024年俄军在俄乌战场上带来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批准了乌克兰2024年预算，其中国防预算占据总预算近一半，金额为440亿美元。不过，乌克兰这边还是抱有希望的，即便是目前陷入僵局，泽连斯基依旧想要进行突破，
冬季攻势虽然困难重重，但俄罗斯方面也不是很轻松。如今乌东战场已经进入冬季，这意味着双方都将面临新挑战。由于天气的剧烈变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带的战斗烈度有所下降，双方都进入了不活跃期。冬季的降温不仅打乱了俄乌军队的预先部署，同样也对双方的作战计划带来了影响。在11月初的时候，泽连斯基曾表示，尽管前线存在困难，但乌军仍努力在今年年底之前取得战果，并且已经有了一份2024年战场计划。不过内容还不方便透露。奥斯汀访问基辅的时候，同样要求基辅制定冬季攻势计划，因为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今年将面临比去年更严峻的局面。有乌克兰士兵曾表示，寒冬会带来不同的作战环境，前线作战部队需要更多的取暖设备与更好的防寒装备。同时，乌克兰森林树木的叶子已经掉落，隐藏其中的乌军防空系统、火炮等重型装备失去了天然庇护所，更容易被乌军无人机发现，所以需要得到更多的隐蔽设备。不过寒冬带来的挑战对于俄军来说同样是问题。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尤其是冬季来临之际的能源网。而乌克兰能源系统比前一年更加脆弱，因为乌克兰许多能源设施受损，维修工作尚未完成，备用设备非常少。对于俄军利用冬季对乌克兰设施发动的攻势，乌克兰方面的应对能力比较有限。虽然相较于去年，乌克兰取得了不少先进防空系统，但获得的数量不足以弥补过去一年防空系统的损耗。而且这些陆基防空系统还需要为东部、南部发动反攻的乌军作战部队提供一定的保护，这给数量有限的防空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甚至不足以保护所有能源基础设施。根据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说的，俄军在今年冬季的无人机袭击将达到创纪录的数量。在今年9月份，俄军针对乌克兰目标发射了500余架无人机，相比之下，俄军在去年冬季才使用了1000架无人机。在最近的乌克兰总参谋部作战会议上，泽连斯基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调整乌克兰的军事战略，加强防御工事的建设，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新一轮攻势，可能会取消反攻行动，让军队就地进入全面防御状态，并在乌克兰境内修建一条长2000公里以上的大纵深防线，既包括乌克兰与白俄边境地带，也包括顿巴斯、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等乌东前线。项目总投资100亿美元。显然，在这个冬天，乌克兰打算坚守既有阵地，与俄军展开消耗战。这条新防线可能会参照苏罗维金防线的标准来打造，有绵延密集的地雷阵、反坦克壕沟以及纵深战壕体系。预计耗时9个月，俄乌战场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战略资源地消耗阶段。这将对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也可以给乌克兰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不过，防御工事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尤其是在战场环境复杂、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冬季的恶劣天气也有可能对建设工作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乌克兰在加快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困难与挑战，做好充分的应对措施。除了建设防御工事以外，乌克兰还需要在多个方面做好准备，比如加强后勤保障，确保前线作战部队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依旧可以得到足够的物资供应。同时，还需要加强情报收集与分析，及时掌握俄军最新动向。当然，更重要的是，乌克兰需要继续求援，争取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好了，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了。各位觉得乌克兰的破局关键在哪儿？全线转入战略防御的策略是否可行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